小强，别看了。怎么样，医生？哦，经过系统的检查，病人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心情郁结，加上疲劳过度，需要好好休息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医生。喂，冬梅，办好了吗？好，辛苦你了。啊，他没事儿，医生说了，就是过度疲劳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放心吧，我在这照顾他。好。小强，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睡了多久了？你呀，从昨天一直睡到现在，是不是感觉把这几天缺的觉全都补回来了？有没有哪不舒服？疼还疼不疼？我好去叫医生。吓坏你了吧？那可不，我会跟你说啊，你以后想睡觉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床上睡，不许再到医院里来折腾了。子明，肠子怎么样？暂时停工。放心，魏国他们都看着呢。你现在呢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养好身体。你想想，身体要是垮了，想什么都是白搭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想了。有天大的事儿，你要先把你和雅雅陪好。小强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办了件事儿，没跟你商量。还能有什么更糟糕的事儿吗？
你答应我听了不许着急啊！我把老房子和别墅都给卖了。好了好了，说了不着急的呀。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咱们可以搬到厂里去住嘛。我都说了不许你着急，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跟着我，让你受苦了。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我觉得我可幸福了。哎，刘雅，那什么，咱们家房本呢？你要房本干嘛呀？啊，公司最近困难不是吗？我想把房子卖了，周转一下。我知道最近公司有困难，但是你想卖咱家的房子，我不同意。哎，这些年小强怎么对咱家，你最清楚。这关键时候你不能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，对，我是太自私了，我当年才会大着肚子嫁给你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两码事儿。两码事儿，人家卖房子，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人家卖的那是别墅，好歹还能值点钱。哎，你瞅瞅你这破房子啊，冬天冷夏天热，窗户还漏风，你卖了能顶个屁用啊？顶不了大用，可以顶小用啊。这样，你不愿意卖房子，你把存折给我。存折？你还想要存折？你不想要这个家了，孩子你不管了是吧？云霞，你这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。好，你讲义气是吧？我成全你。明天咱们去民政局。去民政局干嘛呀？干嘛？离婚，离定了。来，丫丫，你看这大不大呀？大。我跟你说啊，爸爸跟妈妈结婚的时候啊，就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。爸爸，我也要住你住过的仓库。你知道这是仓库啊？那爸爸就带丫丫住在这儿，别的小朋友啊还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呢啊！你们父女俩呀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心大。赵总，欢迎回家。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找颗钉子吧。钉子？你要钉子干什么？哎，别问了，照办就是了。好像是，哎，放在那里了。钉哪儿啊？那儿。啊，这儿。行。哎呀，正好有个洞。挂上吧。我以为你把它给扔了。干嘛要扔啊？这字儿写挺好的。再说了，这8个字也挺有寓意的。
又不是一般人写的，挂在上面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长个记性。嘿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我还以为你要反对呢。我为什么要反对啊？这个字我也问过了，是小有名气的人写的，值几个钱？哎，要是咱们这回的资金漏洞补不上，卖了，就当枭雄替我们还债。行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说不定就因为它挂在过我们周总家里，它就更值钱。不破不立，无冬无夏。老板，快跑！慌什么呀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外边一堆人要来找你算账。算什么账啊？就那个小没有约束可以。你上去！老毕，什么意思啊？瞎了！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，美姿的事就是你在背后搞鬼。老毕，没凭没据的话不能乱说啊！再说了，美姿倒霉，你们抱什么不平啊？哎，你们超美跑外贸的，你们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做内销的可被你坑惨了。现在全国各地经销商只要一听到电话是吴庆的，马上就把电话挂了。你说说，我们这生意还怎么做？还怎么做？不是，那也不能怪我呀，要怪只能怪他们美姿不争气。怎么能怪你这是逃避，你还要推卸责任？这就是因为肖老弟，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都有损失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不是，我能给什么说法呀？你必须要给个说法，必须！你怎么能不给说法？你就是要给个说法！周小强，哎，周小强哪儿啊？有空吗？出来见一面。行业的问题嘛，还是要从行业自身去解决。我考虑过了，你们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，把这次危机变成一个契机，组建一个行业联盟，把商业行为进行自律规范，避免不正当的竞争。我说你是来给我想辙的，还是来向我开炮的呀？你不要以为你们超美在这次危机中地位超然，我告诉你，祸起萧墙，这把火迟早的烧到你身上。周小强可是已经做出姿态了，一把大火把自己的大旗都竖起来了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当成一次机会？哎，你刚刚说的那个行业联盟这个协会会长，我倒是挺有兴趣的。你就想到这个，那谁的贡献大，谁有带头作用，谁自然就是老大。行啊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好，要当会长，你就要起个表率作用。这样，我把我的物流、材料供应全都贡献出来，大家共享，这总可以的吧？你说的这个大家，包括美姿吗？你还想让我帮这个周小强啊？小熊，你都是要当会长的人了，就不要再考虑东风压倒西风的事儿。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什么叫双赢。小强，这个你先拿着。什么呀？这是10万块钱，救急用。不要啊！这本来是我们买新房的，你们先拿着用吧。对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把之前那房子卖了，再添点儿。我没同意，他为这事儿都要跟我离婚了。不是，你要跟我离婚？哎，你要敢跟人家离婚啊，我们俩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得了，拿着吧。我不要，听见了吗？哎，你卖什么房子呀？啊，你卖了房子，你住哪儿去呀？我就住这儿啊。那你们能吃苦，我们俩也能吃苦。哎，别啊！
我们这可不欢迎你。听见了吗？不欢迎。不欢迎啊？那咋办？王蛤蟆啊，你把这钱踏踏实给我收好了，跟云霞好好过日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点钱根本就不够，什么都别想，咱们一起努力，把这一关给扛过去，一定能扛过去的。大家今天是难得坐在一起啊，那就谈谈吧。对这个行业联盟都有什么看法？鄙人不才啊，愿意毛遂自荐。肖总既然愿意出这个头，那就不妨听一听他有什么建议。我知道，各位老板对我有意见。超美之前的一些做法呀，也是商场上的权宜之计。如果我来承担这个联盟盟主呢，那我考虑的就不只是超美一家，而是大家的利益。我看你这是拉起虎皮当大旗，让大家免费给你的超美站台吧。老毕，你看你话说的，那我既然敢站出来，我就不是空口白牙。这个呢，是我为盟主制定的一些责任和义务，大家先看一看，好吧？来。这第一啊，我会马上组织手上的公关资源，去摆平目前吴庆服装业面临的舆论危机。我得给大家救火呀！啊，这第二呢，我会跟各位老板签订分销协议，帮助大家共同的进行存货的分销。最关键的一条是，就目前啊规模还不太大的公司，我会收权贴牌，这赚了钱大家一起赚。各位看看，看满不满意？我觉得肖总发言的很好，但还不够好。大家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内部的恶意竞争造成的。肖总的意见虽然可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，但以后呢，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，怎么办？行业联盟既然要做出来，就必须长久的对服装企业产生助力，不能现在一时热闹，然后流于形式，这就没什么意义。我觉得啊，你们应该先制定行业规范，规定哪些是不可以做的。比如，恶意降价，具体的价格标准，你们联盟内部去开会解决，价格到底如何确定，我们不会直接干预，但必须有所规范。对于擅自违反联盟内部约定的企业，必须进行处罚。这不成了当初周小强搞的什么价格联盟了吗？美资的这个做法其实很好，可惜的是没有坚持下去。行，既然张主任都发话了，那这一条可以有啊。那我看接下来第二条，当下企业呢都有存在各自的情况，相信你们去银行贷款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。是啊，遇到好多呀。我记得当初大家没钱买自行车的时候，就集资凑钱，抓阄分先后，轮着让每个人都买得上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就很好。作为会长企业，应该有表率作用，拿出一部分的真金白银作为咱们联盟的基金。这个建议好，是，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有说服力了。肖总啊，你怎么看？作为盟主，这也太吃亏了吧？这才是盟主应该承担的责任。行，既然张主任发话了，各位也都赞同，那我这就更没什么意见了。原则呢，就按张主任说的办，细节方面咱们再开会讨论。这个盟主啊，我接了。在有关部门的推动和引导下，通过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督以及行业内部的合作与自律，吴庆市服装行业的秩序得到了有效规范。好啦，别太凶了，来脱衣服，妈妈带你睡觉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睡觉。你行了，哎呀，妈妈忍你很久了，哄了你一下午了，怎么哄都不行是吧？你别这样，快点！爸爸妈妈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快点！丫丫，
爸爸带你去坐梦幻火车，好不好？什么火车呀？来，给他把鞋子穿上。来，这样好了，来，扶好，哎。这什么呀？这不就是个板车呢？这是板车坐的梦幻火车，别的小朋友想坐还没这个机会呢。扶好。来啊，扶好啊，准备开车了啊！好，来走。没事吧？哎呀，哄这小祖宗可比哄客户难多了。哎，真是，要不是你想出来这个办法呀，就我一个人的话，我真的都弄不了。祸是我闯的，祸也是我烧的，让你们住在这个地方都是我造成的。那我还不得想着办法让你们开心一点啊？只要你们开心了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能一起住别墅，我们就能一起住仓库。哎，小强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你说我们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能那么乐观？那不然怎么着？哭天抹泪的，有什么用？哎，这枭雄他是个混蛋，可他送的这幅字说的特别好。既然他没把我给整死，我相信米兹一定能够重生。其实我倒没想那么远。我今天看你把丫丫哄得那么开心，我倒是觉得，你说我们3个人守在一起，过过小日子，好像也挺好的哈。你是不是想起住仓库的那个时候了？还是你了解我？别说，我真的挺怀念那个时候的。那可不行，今天的周小强，可不能让你们再过那样的日子。我一定还你一座更大更好的别墅，让你和丫丫再也不跟着我担惊受怕、吃苦受罪。相信你，想做什么，你就放手的、大胆的去做吧。之前销毁旧货的损失，再加上销售商的违约赔偿、停工损失，都在这儿了，剩下只有这么多了。还有吗？银行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对我们放贷了，并且之前的贷款要如期偿还，不然美资就不保。还有啊，枭雄那小子搞了一个什么联盟？联盟？对呀，加入的企业多吗？我听说吴庆市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加入了。
小强，有个好消息，之前几个老客户说，就冲着你那把火，愿意把咱们的合同延期，给我们时间重新设计新产品。太好了！但是呢，问题是咱们没有钱采购新的面料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联盟叫什么名字？行业联盟啊。冬梅，把现在能筹划到的资金，全部去采购高端面料。好的。现在已经全部复工，能赶出多少是多少。只要人还在，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。行，周总我去忙了。去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可以呀，啊，这么快就复工了？你来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那肯定是好事儿啊！我今天呢是以吴庆服装行业联盟会会长的身份，诚挚邀请我们美资入盟的。哎呦，还联盟会长，那多了不起呀！让我们入会，做你春秋大梦吧。肖总，你说就凭我们和你的关系，我们能同意加入你那什么会吗？行业联盟，行业联盟，只要你们还在这个行业里，就什么都可能发生啊！肖会长，美资加入行业联盟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你现在不是缺钱吗？我出个好价钱，买下美资大厦，怎么样，姐夫？我待你不薄吧？行了，那我等你办手续了啊。走了，走了，魏国。瞧他那神气样！他来是什么意思？他劝我们加入商业联盟，你没答应他吧？我们不能被孤立，在这个行业当中，还是要依托大家的力量。我应该同意加入行业联盟。啊！小强，你别发傻！哎，我真是想不明白啊，枭雄跟你说了什么，让你答应投诚？嗯，这不跟汉奸卖国贼一样吗？魏国，咱们今天弄成这样，都是枭雄害的。咱要加入他主导的联盟，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枭雄说，他要买下美资大厦。强，美资大厦就算炸了，也不能卖给这种人渣。对，炸药还要钱买吗？你有钱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银行的贷款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老薛，让你去那几个兄弟企业借钱借到了吗？大家刚才都看见了。那么多工人都留下来了，咱们得感谢他们，我们要好好的对他们。可是现实的问题就是，这是一张张吃饭的嘴，背后是一个个的家庭，我们怎么养他们？我们拿布料给他们吃，布料还要钱呢。还有一个我们要面对的，银行的贷款，马上就要到期了。好，就算我不卖给枭雄，未来从银行那儿拍卖回来，银行给的钱不可能比他高。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想一想呢？我们现在不是卖，我们现在是借给他，让他替我们干，等我们有了钱再给他赎回来，这楼还是咱们的，行不行？你就那么有信心啊？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？怎么都蔫了？你们都打起精神来啊！我要说的是，美资的财富不是一栋楼。美资靠的是我们的品牌，靠的是我们的设计，靠的是我们的销售渠道，靠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美资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。
我就有一个问题，联盟协会的事情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就算他今天不来找我，这个联盟协会我还是会加入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吴庆当地的民营企业全部都加入了。如果我们不加入，最后孤立的不是超美，那是美资。再说了，凭他一个枭雄，他有那么大的号召力，联盟背后依托的是政府的支持，我们要相信政府。喂，张主任，你说这事儿我办得漂不漂亮？像你肖老板的风格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市里也让你接任了啊，恭喜啊！多了一份职责嘛。哎，那我能不能打听一下，这第一批入驻的企业有没有咱们超美啊？肖兄，你这次出力促进了行业同盟，又帮了美资一把，市里对你还是很满意的。你们超美将第一批入驻开发区，太好了！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啊！第一批入驻开发区的服装企业只有你们和美资。美资？不是，他们现在都负债累累了，够资格吗？美资这把大火已经烧成了吴庆市服装行业的诚信红旗。对这种企业支持，难道不是我们政府和你们行业同盟应该做的吗？我说的应该没错吧，肖理事长？对，您说的都对。那行，不打扰您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哇，今天好多好吃的。我回来了啊！回来啦！爸爸回来了。哎呀，可儿，今天乖不乖啊？嚯！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整这么丰盛，红酒都倒上了。快点！我这个人呢，赏罚分明，说话不算数，我是要罚的。言出必行呢，那我当然就做几道菜，好好的打赏一下了。不是，老婆，你等会儿，你这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我做什么好事了？你给说说，要不然这饭我不敢吃啊。我都听我姐说了，说你把美资呢拉到了行业联盟，还出资买下了他们的烂尾楼，帮了他们一大忙。来，老公，我敬你，遵守诺言。妈妈，我也要喝酒。小孩子不能喝酒。可儿乖，你去厨房自己拿一个饮料喝。其实啊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于公于私呢，都得帮他们一把，是吧？是啊，你可不知道，他们现在连房子都卖了，又不肯住回父母家，一家人挤在一个仓库里，说是要忆苦思甜，连亚亚都跟着吃苦。真的啊？是，我劝我姐啊，别那么倔，她又不听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？没有。我前阵子呀，也是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在老婆你的劝导之下，我及时更正了我的错误思想，所以啊，这一切都归功于你的功劳。来，老婆，我敬你。就你嘴甜。多吃点啊。嗯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看来办事的艺术你已经入门了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情况也会越来越复杂。陆书记，我可是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。我已经老了，你还年轻，将来什么打算？坚守红线，顺势而为。我是说你个人，真要为心仪守一辈子，值得吗？倒也不全是为了心仪，只不过跟他分开之后，我好像对谁都没有感觉了。何况我已经结过婚了，也有过一个孩子。
只不过这小子现在在哪，我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都过去了，陆叔叔。我不是为过去，是为将来。我老了，迟早会卸下担子远行，将来就靠你了。改革仍在摸索，你可能要面对刀山火海，做好准备了吗？肖雄，你这可不行啊！接盘1年了吧，怎么连个形也没看出来？主要是资金太紧了，只能一点一点慢慢做。要是资金充裕的话，早该结构封顶了。你看啊，超美的生产线几乎每年都要翻新、要扩大，产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。我这还背着联盟的责任呢，没事还得管管兄弟企业，这些都需要钱。我现在啊，真是捉襟见肘了。老肖啊，你哭穷还让别人怎么过呀？现在国家已经放宽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政策，鼓励银行资金向民营企业倾斜。以你们超美的实力，你还怕贷不来款吗？你就别跟我说这个了。上午我刚刚亲自跑了好几家银行，到现在都没回复。看来今天让我到工地来是有话跟我说，什么打算？我呀，想让超美上市。别跑那么快，当心摔跤。银行的贷款终于下来了，这下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研究研究怎么花吧。我觉得继续维护口碑，把钱拿来砸广告，趁热打铁。我觉得应该扩大生产规模。销路没恢复，我们生产那么多卖给谁？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改变销路模式。老薛，我和周总的意思呀，是基于现有的产品，强攻北上广，铺满华东、华南，占领东北、中原、西北省会，打渠道战。那就是要建美资自己的专卖店销售网了。咱们回归国内之后一直想干，没有条件，现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要做这种决定，是吧？你打算开多少家门店？30家？50家？150家。周总，全部贷款加上也不够用啊，这也太冒险了吧！我让老薛在推销路的时候去踩过点了，半年之内开150家门店，直营加加盟，有难度，但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，这段时间这周总啊都快把我逼疯了，最多的时候48小时我跑了5个城市，这腿都要跑断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呀，累归累，但收获确实不小。我认为，咱们美资要进驻这些大中型城市，完全有可能啊。我知道你们准备很充分，但是我还要阻止你们。咱们公司现阶段不能像以前那么冒进了。你做这种决定，在这种时候，就相当于把刚从重症监护室里抢救过来的病人拉去跑马拉松啊！那既然都抢救过来了，为什么不能涅槃重生呢？都别争了，不然咱们举手表决吧。同意小强提案的，举手。哎，冬梅，你可是财神爷呀！你支持这种决定，你知道压力多大吗？算上加盟的也不是不可能，立场不坚定。林夏，一直没听你说话呢。我还没有想好，我再考虑一会儿。哎，小强，你看见了啊？我不是反对你，我是反对这个项目。那现在呢，3个人支持，按照公司章程，票数没过半，这事儿啊通过不了。我赞成。哎，你怎么临时变卦呢？
刚才我只是没想好，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。刚才魏国说不是反对小强，而是反对这个方案，我刚好相反。虽然在具体做法上面我还有疑虑，但是我愿意相信小强。得，一家亲啊！枕边风吹得好，没脾气。你甭管吹什么风，既然大部分人都赞同了，现在就把东西南北风汇在一起，齐心协力，在半年之内把150家门店开起来，开遍全国。程明，哎，证监会那边你得抓点紧了啊！先把政策方面的事搞清楚。好，明白。券商那边也得对接好，手续上不能出问题。另外，吴京大学那边也得联系了，咱们的财务人员要进行统一的培训，一切按照上市标准进行。老板，咱们为什么非要上市啊？上市啊，就是道坎儿，越过了这道坎儿，鱼呢就变成了龙。可有的鱼啊，就是跌破头也永远只是鱼。你想啊，咱们辛辛苦苦的卖一件衣服才多少利润呢？但上了市就不一样了，会有大笔的钱流到咱们手上。明白了，别人还在小浅滩里扑腾，咱们一下就真正游入大海了。哎，你终于是开窍了啊！姑娘，哎，你醒醒醒醒，姑娘没事吧？哎，醒醒，姑娘，姑娘，醒醒，姑娘，没事吧，姑娘？哎，醒醒，哎，别叫了，这一看就是给你撞晕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个，你说呢？这种情况一般得做人工呼吸。啊，还得做人工呼吸呀？你会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使劲亲吗？我试试。那你得小心点，试试吧。好嘞。哎，臭流氓！你怎么打人呢，姑娘？我们是救你。当然这么叫人的嘛！站你的车。啊，对啊。好啊，你们撞了人，不救人还非礼我，你们这是耍流氓！哎，你们快看看这耍流氓！别乱说啊！别乱说！姑娘，咱们是不是有点误会？你说我们车撞你了，你先站起来，看看能不能走，试试。来，别碰我！我不碰你，你自己试试。哎呦，不行！哎呦，不行，太疼了，我动不了，啊，我起不了。哪疼啊？是这儿吗？哎呦，不会啊！那这挺严重的，小明。哎，那得报警。得报警这事儿。哎呦，我瘫痪了。哎，110吧？啊，我现在在延安中路撞了一个。报什么警啊？哟，好了，没瘫痪呢。哎呀，我又不行了，哎呀！又想讹人呢？哎呀，我站不住了！哎呀，我又不行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又动不了了！你得赔我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小明，哎，不行了，把这姑娘架走吧。好嘞。哎呀，咱去哪儿，老板？哎呀，去医院。哎呀，然后啊，去公安局。走吧。我不上车！有手有脚的，干嘛非得干这个？那你真不送我去公安局了？叫什么名字？还我，你还给我！
依兰，人不如其名啊，挺好一名字的，怎么不学点好的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还不是为了生活。你是个大学生啊，年纪这么轻，干嘛不去上大学啊？我爸妈离了婚，没一个管我的。外婆走又早，我还上学呢。我下一顿饭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你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你们那会儿上大学也不要钱。我没有受伤，你怎么还给我钱？找份正经工作，以后别让我碰见骗人了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这段时间你太累了，要是晚上回去有时间，好好的补补觉啊。是困，还累，可是，一想到大伙儿啊还在外头为美姿打拼，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告诉自己不能有一丝松懈。小强，我们这么积极猛推，你就不怕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也觉得我疯了。但是我前前后后的想了好几天，只有这么干，美姿才能重新回到龙头位置。我们干嘛要回到龙头呢？我们可以先稳定住局面再说。稳定是吧？啊，你知道这些年有多少企业就倒在“稳定”这2个字上？尤其是咱们服装业，那必须站在服装业的前端才行啊，否则随时有可能从商场推到博物馆。所以我必须这么做，美姿必须这么做。你的目标我理解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只靠勇气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嫁的是张飞呀？哇！但小强，光铺门店，我们已经算抢滩登陆了。但是到最后，销售才是真正的攻坚战，这一点你想过没有？想过，所以我还有办法。你看看，喂，哎，老薛，怎么样？四川那边差不多了。行啊，再接再厉啊，辛苦。哎。喂，涛子，不行，要换地方。我告诉你啊，重庆我必须要解放碑那个位置，你听见了吗？美姿开门店的要求就是3个要素：位置、位置、位置。你不用我跟你多说了。什么叫有难度啊？没难度我要你干嘛呀？就这样，加油。说到哪儿了？张总，所有产品7天无条件退换，你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姐，但是我相信。你相信什么？相信你。我？这20年期间，人们早就从买衣服发展到了买审美、买个性。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做法是有点冒险，可能短时间有大量的退换货出现，可是没关系啊。这些退换货我们可以打折销售啊，就当是前期宣传了。可是我相信，以美姿的品质和设计，消费者一旦穿上，他会一直想拥有，绝对不会做一个只有7天的约会。所以，我相信你，相信时间，相信市场。既然你这一次这么有信心，但愿你是对的吧？姐，
你的梦想我可一直记着呢，我一定会让它实现的，相信我。肖总，您找我？报告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呀，这可是行业协会给出的专业报告。上次我们不都排第1了吗？这美姿怎么忽然跑到我们前头去了？啊，就他们那副死样子。肖总，美姿真的赶上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一把火还真把利润给烧回来了。您啊，最近可能是一直在忙上市和投资这2块。我到外地去跑业务啊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一堆美姿的门店，哪儿都有，还都是南京路、新街口、王府井这样的繁华地段。他们一下子就扩张起来了，推了不少新款，还搞什么7天包退换。您是没看到那排队的人啊，就跟接着说，就跟香港歌星来开演唱会似的。还真是撒点水就能冒火气儿啊！他周小强，还真是只小强。肖总，那您看，不管他，咱们接着玩上市。他就是卖衣服，咱们玩的是资本。你们都在门口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看我财务报表了吧？看了。然后呢？我错了。不是你错了，我赌赢了而已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已经按你的意思把法国影星加缪签下来，作为我们的代言人了。意料之中，就我们给他的价格，他不可能不签。这不正让立夏给他设计礼服呢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呀，你们不进去啊？我也觉得挺好看的，关键是，他设计的方案让加缪的经纪团队给退回来2次了，一个人在里头生闷气了。都进来说吧，我都听到了。我觉得很漂亮，很时尚啊。是啊。哎，要不要休息休息啊？这么着急也没有用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想要新鲜感。你说也是奇了怪了，当时他们不就是看上咱们这有东方元素的款式吗？怎么就非要改来改去的？邮件上怎么说的？是这样，周总，这次咱们是跟国外的一家时尚杂志合作，邮件上说东方的韵味肯定是不能少，但是还得大刀阔斧的创新，要不然人家以为咱们把前几年的方案拿出来改了改呢。创新没问题啊，刘总最善于创新了，可他也给咱们时间，对不对？不能这么催呀。可是，人家话说得很重。说什么了？说是最好更换设计师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肯定是你翻译出了问题，不是换人，是风格哈。刘总，咱不着急，可以再换换思路嘛。小弟，你在刘总的手下做设计师做了几年了？哦，7年了。美姿这几季出的服装，我都有参与主案设计。哦，那里就是刘总带着我一起设计的这一季的服装。这样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加缪的这个晚礼服由你参与协助设计，最快的速度把设计方案交到我手上。丽夏，你说呢？你说小丁我没意见，但是我自己的作品得让我自己修改。别生气啊，生气，刘总，不至于啊。各自都去干活啊，你马上动手改设计稿。说事能不能注意一下场合啊？
丁不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吗？让他修改一下设计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刚才那反应可是有点大啊！你生的孩子交给魏国去带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这是两码事啊！你看过他的设计稿吗？你知道他什么个性、什么风格吗？我不是不放心他，我让他出过设计稿，结果呢，他给我来了一个大露背，线条生硬，一点点东方含蓄美都没有。啊，这就是你要的大胆、前卫、创新吗？这贾淼他也不是东方人嘛。那我还是设计总监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有点声，丫丫在睡午觉呢，你们俩在吵什么呀？吵！妈，你来了。嗯，要不丫丫打电话告诉我说家里没吃的了，我才懒得来呢。你们俩这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呀？啊，孩子都不管了。对不起啊，妈。哎，看看都快睡着了，也被你们给吵醒了。丫丫，对不起啊，丫丫，妈妈今天太忙了，没给你做饭吃。你饿不饿？妈妈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外婆给我做过饭了，本来我想自己做来着，可是面都给我煮糊了。唉，没办法，初一上我遗传的老爸，我去做功课了。这孩子，你说你们这天天的都在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什么？新设计的？啊，是。我看看。还挺合适我的，这新出的中老年款。啊，不，我挺喜欢的，拿走了啊。你们俩把孩子看好了。看什么看？回去看孩子。进行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政策还挺紧的，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呀，国家都是优先考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。咱们民企要上市，还得做到行业顶尖啊。我们盘子虽然不小，但是前面毕竟有个美资压着。可如果不赶紧上市，资金怎么解决啊？超美这个摊子看着是热闹，但要不是我在股市上拆东补西，窟窿早就填不上了。那你干嘛要买美资大楼啊？眼下要上市的企业僧多粥少，咱们恐怕还要再等等啊。光等也不是个事儿啊 ，A 计划不行，用 B 计划。老板，你居然要对市服装厂下手，那可是个无底洞啊！咱们钱砸进去，出都出不来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以为我真赶上那个破厂了？咱们这叫买椟还珠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地皮。小李，备车，我们去超美。你厉害呀！你想兼并吴庆市服装厂？张主任，干嘛发这么大火呀？你也知道，服装厂连年亏损，我这也是响应市里的号召。为了深化国企改革，促进国企改制，贡献一份力量。行了行了，你就不要在我面前唱高调了。说吧，
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那我就不瞒你了，现在民营企业上市有难度，我也不想这么一直等下去。既然超美一时半会儿挤不上股市这艘大船，为了发展，我只能另谋出路了。所以，你想借助服装厂扩大生产？张主任不愧是经济学的高材生啊！哎，怎么样？我这个高中毕业生这个思路不比你这个本科生差吧？不对，我研究过吴庆市所有服装企业的现状。你们超美主打的是东欧，兼顾国内低端市场，而且这些年你们的市场份额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，所以兼并市服装厂对你们来说毫无意义。张主任，超美的方向您就别操心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没考虑到商业目的，那我就不能通过帮助市里消化这些不良资产，体现咱超美的责任心吗？你看啊，市里甩掉了一个包袱，而超美呢又能顺利的得以扩张，那前景一片大好啊！到那个时候，你张主任又能添一笔政绩，仕途一片光明，一举三得。这么说，肖总走的这是一条光明之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通向坟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宏图伟业我欣赏，可你说的跟你想的真的是一回事吗？在我搞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之前，这份文件你先缓缓。你怎么越当官越呆板了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件事到底害了谁？你只要稍微的灵活，那于公于私，好处都少不了你的。用超美的利润消化老国营厂的不良资产，这根本就不是你枭雄的思维方式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打算同意了是吧？枭雄啊，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咱们俩也算有点交情吧。我真心想告诉你，不要剑走偏锋。其实你有实力的，也有魄力，那就不能踏踏实实稳扎稳打吗？你可不要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啊！你少在这吓唬我！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，掉片树叶都怕砸着头？我告诉你，我吃的老板比你在大学食堂吃的饭还多。今天这个文件，你必须给我签了。怎么了？这是要威胁我啊？我不是欠你一条命吗？那我还告诉你了，今天万命撂在这儿，这字儿我也不签。哎，咱俩这是在干嘛呢？什么生啊死啊的啊！行了，这又不是在太平间，又不是在什么产房，坐下啊，来，坐下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远比生死来的重要。比如说你的仕途，又比如说苏苏的前途。你这个做父亲的可以不管自己的儿子，但我这个做叔叔的不能不管我的大侄儿啊。苏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呀？那苏苏可厉害了，了不起，不仅自己养活了自己，还考上了大学，京师大学金融系。哎，这一点可是遗传了你的优良基因呐啊！小勇，找到苏苏这件事儿呢，我确实感谢你。可是，一码归一码，原则的事儿我是不会妥协的。想跟我撇清关系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我这个人呢，是没上过大学，但是我一直特别热爱教育事业，所以呢，我就给他们系里啊意思了意思，设立了一个奖学金。哎，你猜，今年奖学金的获得者会是谁呀？你不用回答，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。你呀，
应该感谢我才对。你说啊，这人一旦要是有了缘分，真是想砍都砍不断。肖兄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。亏你还是搞改革的，尸骨不化。得罪了张主任，咱们结下来。你放心，他肯定会签的。该干嘛干嘛，什么都别耽误。肖总，咱们账上现在固定资产1个多亿，流动资产的话只有500、600万了。那我想兼并吴庆市服装厂的话，现在账上能拿出多少钱？账上现在最多600、700万吧。这个我算一下。哎呀呀，可儿，可儿，爸爸，知道妻子不做呀。爸爸累了，去问妈妈去啊。妈妈正在烧菜，爸爸你就看看吧，我怕做错了，老师会骂的。小机灵鬼，看看。哎，可儿，我给你看一样神奇的东西啊。这个呀，叫计算器。用这个算准没错，那就算吧。可儿，你先去挑容易的做，待会儿妈妈过来教你好吗？怎么教育孩子的？这种4则运算有什么好费时费力的呀？电脑永远比人脑要好使。老婆，抱抱。哎呀，我都累坏了，你一抱我呀，我就不累了。哎呀，老夫老妻的了，抱什么抱？你以为你是可儿？还可儿呢？自从有了可儿啊，我在咱们家就成了3等公民了。咱们家幸亏没养狗，要是养狗的话，我肯定排在狗后边。你呀，你就是太不心疼我了。我要是累倒了，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我老公是累不坏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我今天新买了件衣服。就是上次电视剧里说好看的那件，好看，女主角好看多了，是不是？你等我一下啊！哎，这不回家吧？你埋怨我？回了家你又不陪我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老公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，你试试，大小不合适的话，我明天可以换。你买的能不合适吗？肯定合适啊！你又敷衍我。每次都这样，哎，你说你天天忙什么呢？最近忙着上市呢。哎，
等这事要成了呀，我一定花大把的时间陪你和可儿啊。每次都这么说，要我说啊，你那心思全花在超美了。最起码是花在工作上啊，又没花在别的女人身上。就冲这一点，有了钱还不变心，你就没事偷着乐吧。哎呦，怎么着？你还想花在别的女人身上是吧？啊，有没有想？不想，有没有？不想，不敢，我告诉你啊，想都别想。给我，不理你。我告诉你，刘一秋，你是属于家庭暴力啊。苏苏，苏苏，这谁啊？认错人了，走。张苏苏，哎，你不是姓岳吗？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人。走。苏苏，苏苏，大叔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这儿没有张叔叔，只有一个叫岳叔叔的。同学，这是我儿子啊，一根头发我就能认出来。哎，你敲诈他们家这么多年，现在反倒成了爹了。这怎么是敲诈的？我们家好多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啊！让开，让开！干什么你们？苏苏，打人了！苏苏，张主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看这事儿闹的，哎，这孩子不懂事儿。没关系。那这样我就不送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们3个给我留下。老师，我们抓坏人是做好事儿，您怎么把他给放走了，反倒把我们给留下来？坏人就能随便打吗？更何况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人。没事。同学，刚才的事儿呢就不计较了，但是我就想告诉你们几个，我真的是张苏苏的爸爸。那现在张苏苏人在哪儿啊？您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喊他去了。好。苏苏不在宿舍，也不在图书馆，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门卫那儿问了吗？问了，说他没有离开学校。既然人在学校，那就好办了。我是真的很想跟这孩子见一面，看能不能帮忙。既然人在学校，就说明他的安全没什么问题。要不这样，您自个儿慢慢找，顺便可以领略一下我们学校的氛围。我知道他在哪儿。快带我去。妈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不想让他找到我，可是还是让他找到了。我真的不想见他，我不想闹他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苏苏她平时看起来很乐观，但是她压力一直特别大，每次只要她不开心，就会来这棵树底下。对了。您真的是他父亲吗？苏苏，
叔叔，听你爸解释两句行吗？啊？苏苏，你不是个错，错的是我。我不配当你爸。我也知道，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弥补不了你的伤痛，但我就是想见见你，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。叔叔，给你爸一个机会嘛，啊？这孩子命很苦，但也很优秀。这次立秋奖学金的名单里就有他。我们原来一直都认为他是个孤儿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段。是我造的孽。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，你也不用太自责了。他的情绪基本已经稳定了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张希，你是想用钱收买我吗？我绝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这些钱弥补不了这么多年对你带来的伤害，但是爸爸想跟你做一个交换，你收下这些钱，放弃立秋奖学金，好吗？凭什么？立秋奖学金是我靠自己成绩赢来的，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努力的成果来依靠你的施舍呢？这里边有一些情况你不太了解。总之，这个奖学金你不能拿。既然你这么反对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奖学金我拿定了，你没有资格管我。张希，我以为这些年你会变得好一点，我真是太高估你了。哎，别碰我！还有，虽然你现在知道我在哪儿了，但我一点都不想看见你。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，我就退学。别再跟着我。张主任，你不用太灰心了。孩子需要重新认识你，总得要个过程。是啊，可让我难受的是，我发现他对我的误会已经变得很深很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立秋奖学金，它评选上有什么要求吗？为什么我的要求各项都达标？之前的面试分也很高，但立秋奖学金的获奖名单上没有我。之前你说你是个孤儿，可你爸爸跑过来了。就算你是单亲家庭，啊，但你爸爸是公务员，而且还是正处级干部。不是的，立秋奖学金在设立之初，啊，明文就有提出的，这个奖学金只能发放给贫困生。你怎么的也不算呢？不是的，老师，他不是我爸爸。老师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老师，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你瞎说，他怎么不是你爸爸呢？他对你很好啊，在临走之前专门找系里帮忙，学费给你付了，
生活费直接打到系里，系里再打到你的卡里，这可比立秋奖学金给你的多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爸爸这还给你留一封信，你自己看看。苏苏，又要跟你说对不起了。你能凭自己的能力获得奖学金，我很高兴。但是这笔奖学金真的不能要，原因很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它会让你陷入到又一个错误中，即便没犯任何错，你可能还得承担这个后果。所以，我宁可当这个恶人，也要替你做出决定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以我的人生为教训。成长的路上，真的是一步都不能错。老板，你先喝。跟我说说你的设计思路吧。我觉得关键点在于面料的选择和线条的勾勒。太笼统，说具体点儿。